今天才知道，把2支旧牙刷绑在一起，作用真是棒，解决了家里的一系列难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牙刷作为我们生活中的日用品，是必不可少的。如今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上升，牙刷的种类和价格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。而且我们的牙刷呢，也需要3个月左右呢，就要换上一次，否则呢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。其实呢，换下来的旧牙刷呢，也有着非常多的小妙用的，但是很多朋友呢都不知道。今天我就来一一分享给大家。学会以后，家里使用过的旧牙刷可不要再丢掉了哦。废物利用的同时，还可以变废为宝呢，特别的实用又方便，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妙用1：准备一把牙刷，再准备一把打火机，然后用打火机融化牙刷的颈部部位。融化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将它往后掰弯，弯成90度，然后用手拿稳将其固定住，不要动，等它冷却定型，大概需要半分钟的时间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妙用呢？我们往下看。我们可以用它来清洁水杯或者是牙杯或者是保温杯等等。杯子用久了底部呢就会有污渍，然而杯口又特别小，里面呢有很多的水垢黄渍，就非常难清洁，甚至呢还会有一些碴子油污，用手很难擦到。这时呢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牙刷，简单处理过后呢，用它来清洁杯子底，效果非常好。手擦不到的牙刷呢都能够刷到。牙刷的刷毛非常的柔软，可以增大一个摩擦力，快速的将里面的污垢给去除。里里外外的给它刷拭一下，全部刷拭的差不多呢，会看到上面的黄渍水渍全部去除了。刷完后的杯子非常的干净。当然用来清洁水杯的话，大家可以用没有使用过的一次性牙刷，会更加的干净卫生，非常的棒。下次清洁水杯时，你可以用上这个方法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用来清洁家里的窗台缝隙，大小刚刚好。窗台缝隙里的污渍不清洗干净，不仅影响美观，而且还影响窗户正常使用。但是这些轨道过于狭小，一般的清洁工具呢都清洁不到位，这时就可以用旧牙刷来刷洗了，大小刚好合适，能够刷洗到每一个角落，这样就能将窗台的每一道缝隙呢都刷洗干净了。像我们平常的门缝之类的，或者是窗户外面的缝隙呢，都可以使用牙刷进行清洁干净，特别的方便，而且特别的实用。妙用2：清洁梳子。家里的梳子用久了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上面呢会有一层厚厚的油渍，用这样的梳子梳头呢，对头发是非常有伤害的。那么您都是如何将梳子清洁干净的呢？我们可以将梳子打湿，然后呢用一支不用的废旧牙刷，蘸上少许的牙膏或是洗洁精，然后对梳子进行刷洗。牙刷的刷毛能渗入到梳子的缝隙中，可以很好的清洁掉梳子里面的油垢。这样清洗一下，梳子上面的油垢和灰尘呢都能够清洗得很干净了。另外，如果是卷梳的话，这个方法更好用。刷毛可以深入卷梳的每个角落，轻松的刷洗掉卷梳上的油垢污垢。刷洗完后，我们把梳子放进清水里清洗一遍就可以了。这样全部清洁完后呢，梳子已经变得非常的干净，不会再那么油腻腻了。用这样的梳子梳头，对我们的发质呢是有帮助的。妙用3：取2支废旧的牙刷，我们将刷毛呢给取下来，可以借助胶把钳，这样呢会省力很多。这样就好啦。刷毛取下来后呢，我们先将刷头部位清洗干净，然后将2支牙刷贴合在一起，
再用橡皮筋将其固定住。跟着准备一张纸巾，我们将其折叠起来，折叠的稍微小一点，厚一点，然后把它塞到2支牙刷的中间部位。好了，这样可以当做一个神器来使用了。瓜子又香又好吃，大人和小孩呢都喜欢吃，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用手剥瓜子，剥多了手容易疼，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牙口不好的老人。但是吧，不管是在闲暇时刻，还是过年和亲朋好友相聚唠嗑时，都会来上一些瓜子或者是花生等等。嗑上几颗，自己不嗑的话就好像跟不上话题了。那么这时我们就可以用准备好的小夹子这样试试。在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把瓜子放在牙刷柄中间轻轻一捏，瓜子壳就裂开了，从而很容易呢就剥出瓜子仁。多试几个呢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捏，就能够很轻松的把瓜子仁给剥出来了，一点都不费劲，很好用哦。妙用4，同样的取一支牙刷，然后再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不同的是与刚才反方向，我们从刷头往下2厘米的位置烧一烧，烫软之后呢，将其掰弯，弯成一个7字，然后等它冷却定型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拿去使用啦。清理马桶的时候，很多人呢都只是把看得见的地方清洁干净了，但都会忽略马桶的内侧，也就是马桶排水孔的地方。这些地方时间久了就会发黄，有细菌滋生。然而这个地方马桶刷呢又清洁不到，这时呢就可以把牙刷用打火机烤一下，向内弯折，然后呢用它来清洁家里的马桶内侧。它可以很好的深入到马桶内侧的缝隙里面，将里面的污渍都清洁干净，真的是方便又干净。而且这个牙刷用脏了，不需要清洗，直接丢了也不浪费。下次还要用的时候呢，再制作一下就可以了。妙用5，清洁键盘。键盘是白领朋友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办公用品，也是游戏玩家们不可或缺的外设产品。每天摸上几个小时，表面的细菌数量或者是灰尘肯定是不少。不论您使用什么材质的键帽，久了都会沾染不少污渍。不过键盘缝隙多，容易藏污纳垢的同时，深度清理消毒起来也不方便。那么这时不妨用牙刷来试试。牙刷的刷毛可以轻松的刷到键盘缝隙，直接将键盘的横条纹、竖条纹都给仔细的刷刷，这样就可以把里面的灰尘等污垢呢快速扫出来，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。最后用一块干净的湿纸巾再将键盘擦拭干净即可，这样呢我们就能轻松的打扫干净我们的键盘了。好了，关于牙刷的妙用呢就分享完了。以后家里的牙刷千万不要扔掉，保留下来，我们可以进行改造，对我们可是有大用处的。如果您还有更多更实用的妙招，欢迎留言分享哦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，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洗衣机几乎我们每天都在使用，但是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洗衣机其实也是需要清洗的。洗衣机的外表虽然看起来是很干净，但是如果拆开，在底盘缝隙和内胆里层，因为常年累月的使用，洗衣服沾水里面的各种杂质和污垢还是会一点一点的沉积在上面。据相关机构研究表明，
1年以上没有清洗的洗衣机，洗出来的衣服上面的细菌高达70万以上，里面的污垢太多，也会成为皮肤病、妇科病的隐患。所以定期清洁一下洗衣机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洗衣机拆开来洗太麻烦，而且自己也不会拆，也不会装，请装人难免要花大价钱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免拆洗的小妙招，洗衣机一样可以洗得干干净净。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毛巾，现在我们准备一瓶白醋，一般建议5度以上。白醋中含有丰富的醋酸含量，因此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所以白醋中醋酸含量越高，杀菌的效果也就越好。我们把白醋倒入毛巾上，把毛巾彻底的浸湿，浸湿到可以拧出水来的程度。然后我们把毛巾放入洗衣机的里边。现在直接开启脱水模式。当洗衣机在脱水的过程中，白醋就可以均匀的喷洒在洗衣机的内胆里面。脱完水之后，先不要马上打开盖子，静置半个小时，让白醋对顽固污渍充分的发挥作用。白醋可以起到软化和杀菌消毒的效果。时间到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将毛巾取出来。其实洗衣机有一个可以自由拆卸的卡槽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们拆开来看看，是不是特别脏？洗衣服的碎屑，还有头发碎，和包里面没有清理干净的纸巾碎等等，上面会逐渐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。一个小小的卡槽就有这么多的污垢，可想而知洗衣机的内胆里面到底有多脏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看不见不等于干净。接下来继续看到底该怎么清洗吧。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袋这种小苏打，倒入洗衣机里边，大概需要半袋左右。小苏打的作用大家都知道，除了可以用来帮助馒头发酵，而且还可以用来去污、清洁蔬果。厨房去污也经常用到它，因为它的去污效果非常棒。现在我们把洗衣机调到最高水位，把水放满。水放满以后，让洗衣机运转5分钟，让小苏打充分的溶解洗衣机内胆上面的污垢和水垢。运转5分钟过后，再静置半个小时。等待时间到了之后，开启脱水模式，直接把水全部排出。如果洗衣机里边非常的脏，那你可以看到排出来的水会有非常多的污垢。可以看到我们的操作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，水里面的杂质、脏东西真的是太多了。洗衣机是个隐形垃圾桶，真的没错，里面堆了1年之久的陈年污垢。白醋加小苏打融化，通过有效渗透，
把里面的垃圾全都溶解带出来了。这就体现出来了洗衣机定期清洗的重要性。这样的操作我们可以再重复一遍，将水放满再运转5分钟。这样重复操作简单几步，洗衣机内胆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了。这样我们用起来也会更加的健康和省心。使用视频中的方法，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刷，也不需要拆卸，就有像无数双隐形的小手松动，搓取运走所有脏物，再冲入下水道。嫌麻烦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用专用的洗衣机清洁剂，市场上有很多专用的洗衣机清洁剂，用法也很简单，直接放到洗衣机桶内就可以，然后放入温水进入洗涤程序。洗涤程序结束后，根据洗衣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浸泡时间，通常1至2小时即可。之后再重新进入完整的洗涤程序就可以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洗衣机一定要定期的清洁。如果你在用的是波轮洗衣机，平时一定要记得多清洗过滤盒，就是刚刚拆卸下来的小盒子。根据家庭人数，无论是3口之家还是5口之家，都需要1-2个月清洗1次洗衣机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频率可以增加，家人都可以安心的使用洗衣机，不怕出现皮肤问题啦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家里蚊子很多，不要慌，不要乱用化学灭蚊液。今天教你一个土方法，来几只灭几只，真实用。随着气温升高，蚊子真是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家门前有水塘的、有树木的房屋，每天呢都会有超多的蚊子飞进屋，而且叮人还特别毒，起老大个包。这时不少家庭在白天会喷杀蚊剂来灭蚊，在晚上呢会点蚊香，或者是用电热蚊香液来驱蚊。而这些化学用品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刺鼻，甚至有一些人闻到这些味道就会头晕恶心。究竟有没有好的方法，既能快速杀死蚊子，还闻不到刺激性的气味呢？不得不说，老一辈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的。今天呢就将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一起看看吧。准备一个容器，我们准备少许的红糖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红糖，再加入1勺左右的洗衣粉就可以了。跟着准备1瓶啤酒，一同加入里边，然后一边搅拌，把洗衣粉和红糖彻底的搅拌溶解，这样后期呢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。加红糖的作用呢是为了吸引蚊子，而且啤酒中的麦芽香味呢也能够吸引蚊子。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瓶子中的液体呢会有一点点稠，如果大家调配出来的也是这样的情况，说明做法是正确的。至于不调配呢就算完成了，一直搅拌至完全溶解开就行。接下来我们准备2个塑料瓶，饮料瓶也可以，根据情况而定，有什么用什么，不过呢要清洗干净。但安全起见，大家尽可能挑选呢塑料软一点的瓶子，这样用剪刀剪开的时候呢会比较好剪。在矿泉水瓶下方5厘米的位置用剪刀剪开。在剪瓶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安全第一。瓶子剪开之后呢，瓶子一分为2，
我们就可以看到瓶口那一端呢就像一个小漏斗，这说明呢就剪对了。剪开后，把边缘处不太光滑的地方再用剪刀修剪一下。使用的时候呢，把瓶盖拧开，拧开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了。然后我们再将刚刚调配好的溶液倒入瓶中就行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溶液的高度不能没过瓶口处，否则就没作用了，一定要注意哦。制作完成之后呢，可能有的朋友呢会比较疑惑，这么做真的有用吗？真的可以驱蚊灭蚊吗？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。那具体怎么用呢？我们一起往下看。有些花友呢喜欢把花草堆放在一起养，一盆紧挨着一盆，在这样花草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呢，就很容易招蚊子。蚊虫只要有机会溜进来，就藏在花草中间，想灭都灭不掉。花草堆放的越是密集，就越召集蚊子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将驱蚊液放在花草的夹缝处，它就可以有效的驱蚊了。啤酒加红白糖混合液的粘稠液体的味道和人体的味道一样，所以能吸引蚊子。蚊子进入瓶子内，由于瓶口设计的原因，它很难再往外飞，又因为液体很粘稠，蚊子一不小心碰到，瞬间就会被粘住，类似于我们平时用的粘苍蝇的胶贴。而洗衣粉呢，却能够彻底的消灭蚊虫。所以酷爱养花的朋友就放心大胆的去种吧。妙用2，我们可以将它放在窗台上。往往呢放在窗台上一晚上，第二天呢就会发现家里的蚊子少了许多。因为蚊子大多数都是从窗户飞进来的，这也是我们需要守护的关卡之一。虽然业主家里的窗户上都有纱窗，但是时间长了，纱窗呢就会有卷边、窟窿，只要有一点缝隙，蚊子就能进屋。蚊子对于缝隙有非常高的敏感度。我们在窗台上放一个驱蚊神器，蚊子第一时间呢就会被吸引过来了，然后呢就被消灭掉，这样家里边呢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蚊子了。你也试试吧。妙用3，我们可以放在房间的角落里。除了蚊子之外呢，还有苍蝇以及小飞虫。本来被蚊子叮咬浑身是包，疼痛难养就已经够烦人的了。晚上关灯睡觉的时候呢，又在耳边嗡嗡直叫唤，真的是太让人心烦了。大部分朋友呢会想到的就是蚊香、驱蚊液，因为这是最常用的。不说它有烟不环保，而且呢有微毒，长时间使用或者密闭使用，对人体呢都会造成伤害。而且在家里使用蚊香呢也是很不安全的，既不安全又不环保，所以不是很推荐大家使用。这时就推荐大家使用这款蚊香液了，因为它的成分即使在密闭的空间使用也十分的安全。为什么夏天我们那么招蚊子？因为我们汗液里的某些成分吸引蚊子，主要是乳酸、丙酮二甲基、二硫醚的混合物。这些人体代谢产物呢会附着在皮肤表面，所以流汗多的时候呢更招蚊子。而我们自制的这款驱蚊液里边红糖加啤酒，二者结合之后的气味呢和身体的汗液很像，而且呢浓度更高，更容易吸引蚊子。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蚊虫总是叮咬我们啦，耳边呢也没有嗡嗡声了，可以安然入睡了。妙用4，我们可以将它倒入下水道中。随着夏天温度渐渐变热，下水道的气味呢也越来越难闻，甚至还有很多的蚊子或者是小飞虫直接从下水道飞出来。而这款溶液中的洗衣粉里面呢含有的硼酸物质，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，对于下水道里面的虫卵呢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。将这个溶液倒进下水道中之后呢，下水管呢它有转折，而这个转折呢可以储存这个溶液。等4-5个小时之后呢，再用比较热的水呢把下水道冲一冲，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蚊虫的问题。
厨房的下水道呢，也用同样的道理，把这个溶液倒进去了之后呢，再用开水给它烫一下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饭后残余的酸腐的味道了。处理好之后，下水道就可以正常使用。这种溶液每周给它倒一次就行。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溶液居然有这么多的作用吧。除了以上，你也可以将它放到家里的厨房、垃圾桶附近，或者是阴暗的墙角处，蟑螂呢也会被这种味道所吸引。而洗衣粉中的硼酸对于蟑螂来说却是致命的，这样一来呢，还可以一并消灭蟑螂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您知道这个去芒果皮的小妙招吗？只需要一把勺子，去皮不脏手不流汁，和剥香蕉皮一样顺畅。还不知道的朋友可不要错过了哟，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了解吧。说起芒果，吃起来香甜软糯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富含的营养元素呢也特别的多，因此深受大家的喜爱。虽然芒果好吃，但是去芒果皮呢却困扰着许多的人。其实掌握好的方法，剥芒果皮呢也非常的简单。现在来跟大家分享妙招一。拿出芒果，取一把小刀，在距离芒果的头部约1-2指的位置，割出一个圈子口来，再根据尾部的2指的位置也划出一个圈来。这个距离不需要太大，只要保证用手能抓住芒果就行了。然后在2个圈的中间划一刀，将2个圈连起来，接着转小半圈，再连一刀，就这样转换面，一共连4刀。这样4个面呢就都划好了。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中间的果皮给拿掉了，就像给橘子剥皮一样起来就行。把4块果皮都拿掉，再用手拿住芒果的2头，中间的果肉呢就可以任君品尝了。这个方法剥芒果皮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流汁，而且果皮上呢也很干净，不会浪费果肉，尤其是还有手抓的地方，特别适合给孩子剥芒果吃。您学会了吗？非常的轻松哦。吃到最后，我们再把手拿的皮撕开呢，就可以食用了，一点也不会浪费，赶紧试试吧。妙招2，如果没有水果刀，又想吃芒果，又不想把手弄脏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个非常省事的方法，特别适合懒人，只需要一根牙签呢，就能够轻松的剥开芒果皮。我们找来一根干净的牙签，然后用牙签竖着把果皮划破，跟刚才一样，划开4个面。接下来用牙签从划开口子的地方，从果肉和果皮的中间插进去，接着用牙签在皮下来回的滑动，把芒果皮和果肉分开来，尽量平行的插进去，不要把芒果皮挑破，也不要插到果肉中，不然呢会浪费到果肉。几个开过口的地方都用这样的方法把它划开，反方向一样的方法划开。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剥皮啦，轻轻的剥开芒果皮即可，非常的轻松，不流汁，就像剥香蕉皮一样轻松，还可以直接拿着吃。用这个方法不脏手不流汁，1分钟不用呢就可以尽情享用啦。而且果皮上呢也很干净，也不会浪费果肉，是不是觉得方法超级简单方便呢？妙招3，可以先准备一个叉子，一手拿住芒果，一手拿住叉子，
将叉子插到我们芒果的底部，然后检查一下是否稳固，确保它不会脱落，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将芒果拿好。然后用削皮刀将芒果的表皮削掉。用刀来削芒果皮，也能够将芒果皮削得非常的干净，而且削的皮也很薄，不会浪费我们的果肉，并且又简单又快速。我们用叉子代替手拿稳芒果，这样一刀削到底也不会脏到手了，而且也十分的安全呢。跟着我们再用刀把芒果肉片成小块，这样呢就更方便我们食用了。哇，划好后的芒果好似一朵玫瑰花一样，非常的漂亮呢。这样做既有造型，也方便我们食用，是不是特别的棒呢？相信孩子呢也会十分的喜欢的。就算家里来客人，我们这样送到客人手上，是不是也十分的优雅呢？您喜欢这个方法吗？妙招4，只需要一个家里面的勺子就能轻松的搞定。当然，并不是说用勺子来削皮，这是不切实际的。那么到底拿着勺子该怎么用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可以看到勺子和勺柄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。而这个弧形刚好就和我们芒果的这个弧形相贴合，看一下放在这个地方贴合的严严实实的，没有任何的空隙。贴好后，我们就可以用勺子从芒果的顶端一直到芒果的尾巴的地方，往下这样轻轻的来回刮一刮。在我们刮的过程中，芒果皮和芒果的果肉呢就会产生一个分离，待会儿呢就容易剥皮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刮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皮了。直接用指甲将顶部轻轻的往下撕就行，手法呢就有点像香蕉去皮的手法。被勺子刮过的芒果皮现在变得非常的好剥，因为它里面已经完全和果肉分离了，不像前面必须要用到牙签来进行分割之后呢才能剥下来，而这种方式就是简单的，徒手剥呢也能剥得这么好看，并且果肉看起来也更加的完整。简简单单的10几秒钟，一个芒果就被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了，非常的漂亮，动作也很优雅，基本上呢不会引起任何浪费，您可以试试。妙招5，对于这种特大的芒果，相信大部分人都很头疼吧，削也不好削，剥更不好剥，实在无招。刷到这个视频呢算是福利了。接下来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准备一把水果刀，然后用水果刀从芒果的顶端沿着果核，感受果核的位置，慢慢的切下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沿着果核把芒果分成2半。切的时候注意不要伤到手哦。如果是对自己的刀工不太相信的朋友，建议把芒果平放在案板上切。芒果切成2半后，放一半在盘子里，然后用刀尖划拉它。先竖着给果肉划几刀，再横着划几刀，也就是把果肉划成菱形的小方块，但注意千万不要把底部切断开。好了，果肉划成这样的小方格后，再沿着果肉的背部将它向上翻起来，这样一个个菱形的小果肉就全部的凸显起来了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尽情的享用啦，一口一块，吃起来也太爽了吧。用这个方法剥芒果皮，不仅看起来美观，吃起来也很方便，也不用担心弄脏手哦。而且越大的芒果，这个方法就越好用。还有，如果是要做成水果盘，我们就把它一块一块的切下来摆盘就行。
不脏手也不浪费果肉，客人来了就这样一盘的端出去就行，插上牙签呢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就算客人化了美美的妆容，也不用担心会被弄花啦。而且小小一块也很方便我们的小朋友食用哦。方法是不是实用又简单呢？赶紧跟着动手试一试吧。喜欢吃芒果的朋友又不知道怎么去皮，那么不妨试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5种去芒果皮的小技巧吧。没有任何的技巧和难度，一看就会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